达大涨，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。哎呀，老爸，要是早几年买英伟达，我早就财富自由了呀。其实英伟达不是美股涨得最多的，你搜一下就知道，涨幅最多的一家公司啊，叫做微策略。我去，这家公司这么屌啊，那我得赶紧入手啊！千万别买啊！这家公司说好听啊，叫做赌徒；说不好听啊，就是骗子公司啊。不会的吧？上市公司得合法合规啊。微策略公司到底是干啥业务的呀？简单讲啊，他们就是靠借钱买比特币的啊！这啥破业务？难道他们是等大饼涨价了之后卖了赚钱吗？恰恰不是。公司的创始人啊 Michael Saylor 宣布啊，永远不卖出比特币。我懵了呀！那这样谁会借钱给他呀？因为他们借钱买大饼的这笔债啊，叫做可转债债券，甚至这个公司啊拿到这笔借款啊，完全不用付利息。不是没利息，我凭啥借钱给他呀？反正微策略公司啊，在去年发行的30亿零利息的债券，立马就被投资人抢购一空了。因为关键啊，就在于这笔债券到期后啊，可以转化成他们公司的股票啊。原来可转债的意思是我借给你的钱，未来能转化成你的公司的股票啊。那这些投资人怎么赚钱呢？假如啊，微策略公司的股价是100块，你把1000块啊借给他5年，然后微策略公司承诺啊，5年到期之后啊，你可以选择拿回这1000块，或者啊，可以把这1000块按照每股250块的价格换成他们的股票。不对，我现在这1000块钱可以买它10股啊，5年之后按照250块，反而我只能买4股啊，我这不亏了吗？但如果他公司的股票涨到500块了呢，转化成4股卖了就是2000块，你直接净赚1000呢。这可骗不到我啊！我现在直接用1000就能买10股。5年之后每股500块，10股我就能卖5000，那可是能赚4000块啊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股价跌到50块呢？现在的1000块可就只剩500了呀！我明白了，如果股价跌了，我投资的这笔可转债就不转化成股票，直接让他还我1000就完事儿。这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投资吗？这世上就不可能有无风险的投资。微策略公司啊，拿着借的钱全部都去买大饼了，大饼的价格一直上涨啊，大家就皆大欢喜。但一旦大饼价格下跌，股价就会下跌。如果可转债到期，当初的投资者都不要股票，纷纷要求还钱，那他呀就只能变卖大饼去还钱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公司股票的价格就会更低，那就没有办法再借到钱，直接就进入死亡螺旋了呀！怎么感觉早晚得爆雷呢？没错呀。微策略这家公司啊，其实早在1998年就上市了，当时啊，一度股价从3块多涨到300多，后来啊，又快速跌到了3块多。他搁这坐过山车呢，不会那个时候他们就爆过雷了吧？正是因为监管机构啊，发现他们的财务数据造假，股价才在2000年暴跌呀。2000年我记得美股也有个股灾来着。没错，那就是著名的互联网泡沫呀。答应家族信托被击穿，23亿美元可追回。不对呀，老爸，我怎么听说富豪的信托都是不可以被追回的呀？因为许老板的那种啊是伪信托，如果一个富豪把钱放在了真正的信托里，这笔钱啊就不再属于这个富豪了呀。啥意思啊？富豪把钱给别人了，这不疯了吗？这背后啊都是精心设计过的。如果你是个有10个亿的大老板，你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让你的财富大缩水呢？不都说不怕富二代吃喝玩乐，就怕富二代雄心壮志吗？万一我的孩子胡乱投资，把钱都给烧光了，可不就完蛋了？可是如果你去世了，你的10个亿遗产可是一下子全部都给你的孩子继承了呀。那他不得一下子全败光啊？我得想个办法，每个月固定给他钱呀。所以家族信托啊，正好满足这种需求。你把10个亿交给一个信托公司，让他们按照你的约定管理，比如每个月给孩子发5万，但是啊，从钱放进信托的那一刻开始，这笔钱就不再属于你了，孩子呢也就不能一次性继承，只能按照合约去领取了呀。把原本是我的钱变成不是我的，孩子就不能继承了，也没有办法直接挥霍了，这招厉害呀！也有反向操作防止父母挥霍的，比如香港明星梅艳芳去世前啊，就把钱装进了信托，每个月只给他母亲发7万港币的生活费。什么叫只发7万？哎，那是不是如果富豪离婚，也就不用把钱平分给老婆了呀？你这小算盘打得精明啊！所以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结婚之前啊，就把个人的财产放进了信托，并且宣布结婚后的10年啊，每年就只领1块钱的工资。我去，真狠啊！那这样他俩离婚了，奶茶妹妹不是只能分到5块钱了？所以你可以质疑有钱人的人品，但别质疑他们的智商啊！甚至把钱都放进信托里了，他们手里没有钱，公司要是破产了，也是不用还钱的。那许老板的信托怎么还被击穿了呀？问题就在于啊，他没有真放手。你想啊，如果你把10个亿都委托给别人去打理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呢？那我感觉还挺慌的，万一他们管不好这笔钱咋办呢？是的，
所以估计老许啊，就是没有让信托按照合约自动去运行，时不时啊还亲自插手信托管理，比如指挥基金应该怎么投资之类的。这不就相当于钱还在他手里吗？对啊，这就等于你嘴上说啊这笔钱不属于我，但手里啊还在握着它，所以一查就还是会把这笔钱啊算成是他的财产，就会被用于还债。也就是说，他被自己的贪心给坑了呀。哎，老爸，这些顶级富豪为了守护财富，还有什么骚操作吗？家族信托啊，只是富豪的开胃菜。你有没有经常听说啊，他们的公司是注册在开曼群岛啊？隔10年，上证指数重返4000点。我得在牛市来之前买点基金呢。哎，老爸，这些基金的名字怎么跟绕口令一样？什么混合 A、ETF 连接 C 的？你看不懂就敢买啊？看懂基金名字才是投资的第一步啊！这名字有什么讲究吗？讲究啊，全在名字的后缀里。记住一句口诀：投资类型加运作方式加特殊属性加收费方式，这4个部分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奇怪的名字了。我比较关心收费方式，这个咋看呢？你看这些基金结尾的这些 A 和 C 啊，就代表了收费方式。A 呀，代表的就是买的时候要付费，买入 C 呢就没有这笔买入的申购费，但每天啊会多一笔销售服务费。结尾是 B 的呢，在国外比较常见，是卖出的时候需要付费。我明白了，要是长期持有呢，就选名字里带 A 的；如果是短期要频繁的买卖啊，就选带 C 的。那投资类型都有啥呢？就是说啊，这只基金它会买什么东西，比如股票、债券、商品，或者股票加债券混着来的，就叫混合型。看到 QDII 啊，就是投国外市场的。那这些 ETF 连接、LOF 增强的是啥意思啊？ ETF 和 LOF 啊，就是基金的运作方式，后面跟着的中文啊就是特殊属性。基金主要呢是分成2种，一种是被动追踪的 ETF， 比如沪深300 ETF 就是跟着沪深指数在涨跌。LOF 啊，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主动基金，也就是基金经理啊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配置对应的股票。哎，那你看我用手机搜到的这个基金名字是啥意思呀？哎，这手机怎么没网了呀？是不是欠费了呀？哎，果然是欠费了，又忘交了。我一会儿得去营业厅交费呀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这在线上平台充话费，操作简单，秒到账，还有优惠券能够领取。那么好，我平时自己充可麻烦了，到账还慢，是什么平台啊？就是抖音商城充值中心。快教教我怎么充。点商城进充值中心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还能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。行啊，我马上去看看 ETF 后面的连接啊、增强啊是啥特殊的属性吗？要想了解这个，就得先知道场内和场外基金的区别。场内场外听着跟打拳似的。其实区别呢，就是成交时的价格是不是实时的。场内啊是实时成交的，你挂3块就按照3块去买，只要价格到位啊就立刻成交，跟股票是一模一样的。场外基金的价格呢，不是你买的时候定，而是按照当天收盘的价格算。你要是下午3点之后买呢，就是按照明天收盘的价格。所以场外我早上10点买和下午2点买，它价格是一样的呀，那还是场内的基金好啊。但是想要交易场内基金呢，需要有证券账户，很多人没有开户。场外基金啊，在某宝就能卖，操作简单，谁都能上手，所以普通人接触的一般都是场外基金。这些和 ETF 连接这个名字有啥关系啊？关系大了去了呀。ETF 这种基金啊是场内的，所以就只能用证券账户买。于是基金公司啊就把场内 ETF 的投资内容给复制了一份，变成了 ETF 连接，让你在场外啊也能买到同样的东西。那其他名字里的什么发起式、增强、FOF 又是什么呀？我简单给你解释啊，发起式啊就是基金公司自己先投钱，带头投；增强呢就是在指数的基础上动一点，努力啊去做到比指数多赚一些。FOF 呢就是你买的基金它不是直接去买股票，而是它也去买了基金，所以啊你会稍微更省心一些。原来后缀那些奇怪的词儿就是基金的特殊属性啊，这会儿我都看懂了，可以直接买了呀。巴菲特曾经说过啊，最适合普通人的投资方式啊就是长期定投啊。